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全球债市正面临一场极其惊人的恶性抛售潮，这股火苗正从日本出发，迅速延烧至美欧市场。然而，即将召开的7大工业国财长会议恐怕无法成为债市的救星，反而可能演变成一场互相推卸责任的甩锅大会。投资人此时必须高度警惕，下一波更猛烈的债券抛售海啸随时可能来袭。这并非空穴来风，野村分析师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已经释出了极具冲击力的核心警告。野村证券指出，当前全球债券市场的急跌是由多重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结果，其中包括市场对中东停战协议的期待出现显著下滑，进而推升了原油价格，再加上英国政治局势不稳，以及日本当局修正通膨路线的期待降低，更伴随美欧两地再度抬头的升息预期。在这些表面因素的背后，野村证券分析认为，最根本的底层病灶在于全球经济复苏的预期正在持续攀升，但各国政府却依旧维持着扩张性的财政与金融政策。这种政策与现实的脱节正在悄悄吞噬着债券市场的流动性。野村证券指出，在即将召开的7大工业国财长与央行总裁会议上，全球金利急升的现象无疑将成为核心议题。然而，这场会议极有可能陷入各国政府互相指责的窘境。美欧各国可能将责任归咎于中东地缘政治，或者是日本央行在政策转向上的拖延。野村分析师警告，如果这次的重要会议最终以责任推卸告终，暴露出各国无法采取协同一致的有效应对，那么这将彻底击溃债券投资人的最后防线，进而引发全球债市更为严重的恶性抛售。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债市的供需结构已经出现了实质性恶化。野村证券的数据显示，在全球债市的抛售中，30年期国债等长期与超长期债券，其现货价格相对于隔夜股指交换利率，也就是俗称的交换利差，呈现出显著的折价。这代表实质利率大幅攀升，而实质债券现货相对于交换合约显得异常廉价，这直接证实了债券市场的供需关系正在面临崩塌。在美欧的定价模型中，政策利率的预期已经出现了剧烈的重估。野村证券在报告中揭露，截至2026年5月中旬，市场定价显示，美国在今年底之前的升息预期已经重新回升到了 0.6 次，而欧洲的升息预期更是定价在 3.0 次。与此同时，作为终端利率预估值重要指标的2年期远期隔夜股指交换利率已经一路攀升到了 3.84%。此外，美国10年期实质利率已续增至 2.07%， 10年期平衡通膨率也反弹到了 2.51%。 这些冰冷的数字都在表明，全球债市的通膨预期与政策紧缩预期正在同步飙升。回到日本市场，日元面临的做空压力更是到了不容忽视的关头。野村证券引用截至2026年5月12日的外汇投机持仓数据指出，日元的做空力量正在重新大幅度扩大。虽然在黄金周期间，日本官方出手进行了大模的外汇干预，使得日元空单一度缩减了4万张，但是随后的短短几天之内，投机客就已经重新卖回了15000张空单，这直接导致日元对美元在黄金周之后一路走软，迅速跌至158日元后半。野村分析师指出，目前日元的空单余额大约只占了最近历史高点的 74%， 如果对比2024年夏天所创下的最高峰，则仅仅只有 41%。 这意味着外汇投机客做空日元与大举买进美元、欧元的资金动能依然留有极大的扩张空间，日元的贬值压力正在将日本央行逼入死角。华瑞认为，在如此庞大的资金做空惯性下，日本官方先前的外汇干预措施仅能起到短期的阻滞效果，并未能扭转利差与财政扩张所带来的日元贬值趋势。市场此时的焦点完全转移到了日本央行本周即将召开的债券市场参与者会议。这次会议将对日本央行进行中的国债买入规模减额进行期中评估。野村证券报告显示，虽然市场参与者中多数人倾向于支持日本央行继续维持买债减额的步伐，但是这与日本当局高市政权的政策方向产生了严重的矛盾。野村分析师指出，高市政权目前推行的是修正后的萨纳埃经济学，本质上依然维持着财政与金融的再通膨路线。高市政权倾向于将当前的利率高企与日元疲软完全归咎于海外因素，并消极地等待中东局势稳定以求好转。华瑞认为，如果日本央行在压力之下
最终选择放慢量化紧缩的步伐，以迎合财政扩招的政策。那么这将直接助长市场对于日本央行落后于直利率曲线的严重疑虑。这不仅无法挽救日元，反而会进一步推升通膨预期，导致长端国债直利率出现失控性的恶性飙升。在这样的政策拉扯下，日本市场的资产表现已经出现了剧烈的震荡。野村证券在报告中预警，日本股市与债市在周一开盘时将面临双双续跌的压力。夜间大阪交易所的期货交易数据显示，日本国债期货下跌了57钱，日本股市期货则下跌了240点。这反映出日本发起的金利高体现象已经与全球债市产生了恶性的正反馈。此外，美中首脑会谈的结果对于中国市场而言似乎不如预期那般乐观，这导致中国股市出现了连续2天的下跌，进一步加剧了亚太地区的避险情绪。在全球一片混乱之中，日本的银行股成为了唯一的避风港。野村证券指出，尽管在利率急升的环境下，大盘遭遇了严重的失守，但是自从4月份日本银行会议以来，日本银行股的股价始终维持着强势的上升震荡。然而，华瑞认为，这类受惠于利差扩大而上涨的银行股，在整体金融系统流动性收紧的背景下，其抗跌性可能会逐步减弱。投资人此时不宜过度追高日本金融板块。伴随着市场波动度的急升，债市波动率指数已反弹至 79.9， 恐慌指数也回升至 18.4， 美元对日元隐含波动率更是攀升到了 7.6%。 商品的表现同样出现分化，原油持续上行，而工业用金属与黄金、比特币等资产则集体出现反弹受阻并转向下跌的趋势。野村认为，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正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政策矛盾期。一方面，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其经济表现比预期更有韧性，这本该是健康的利好。但另一方面，各国决策者却贪恋财政赤字与货币扩张，拒绝进行真正的痛定思痛。在这种失衡的架构下，任何一次地缘政治的风吹草动，或是政治人物的妥协，都会立刻被债市解读为通膨将无休止燃烧的信号。华瑞认为，本周的7大工业国会议如果最终在公报中流于形式上的口水战，那么30年期美债与日债的殖利率将会面临新一轮的失控性上扬。对于投资人而言，此时切勿盲目抄底高息债券或大幅走贬的日元，而应适度提高现金部位。在债市流动性确立重组以及日本央行明确释出加速缩减买债的信号之前，多看少动，防范恶性利率飙升，才是保障资产安全的唯一策略。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